有没有想过，如果能有透视眼，直接能预测股市、房市未来的走势的话，那该有多好？那不就像是穿越剧的主角一样，人生直接开外挂吗？真的有可能哦。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呢，全球经济18年大循环，就是要突破盲肠，告诉你这景气是可以预测的，让你不再傻傻的当韭菜被割。剧透，未来的2026年极度关键哦！嗨，大家好，我是米埃拉 Mira， 我现在在阿联酋 UAE 经营自己的房地产管理公司。在这个频道，我会分享商管著作、当老板的心得，以及如何掌握世界的机会，为自己的人生增加财富。请一定要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哦！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好，走向更富有、更自由的人生吧。好，回到这本书，首先我会知道这本书是因为很有名的财经 YouTuber 才女 Jenny 介绍的。她在某次访谈呢，就提到这本书对于了解景气循环呢非常有帮助。那我本身呢，就对于了解底层逻辑这件事非常热衷到了选了一个能够帮助我了解底层逻辑的男人结婚了，可以说是有点走火入魔。所以呢，马上我就下单了。然后一读之后发现觉得还真的挺有趣的哦，真的是让我脑洞大开。原来以前看似很多不相关的事情，其实都是串在一起的。而且呢，这当中最关键的因素居然就是我所身处的行业，就是房地产。原来房地产才是造成了这几百年下来景气不断循环的关键因素。这本书的作者是Akhil Patel， 可以听出来还是一个印度裔的作者，在英国长大。他现在担任的是 Property Share Market Economics 的总监，专门研究投资和景气循环。可是别看他哦，他现在感觉金融味十足，可是其实他是学文出身的。他在牛津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可是主修古典文学。你们知道古典文学是什么吗？我之前也有宿舍室友学古典文学，他们真的是学拉丁文、古希腊文、古拉丁文在读这种书。我真的是看到之后都傻眼，怎么会有人要去学？不能这样说，太不礼貌了。可是我实在是搞不懂，这学古希腊文跟古拉丁文怎么会跟这个研究金融连在一起？这就要从他们家族生意开始说起哦。因为 Akhil Patel 呢，他们家是做制药业的，可是他们家的公司呢，在90年代还有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呢，都受到严重的重创。不知道是不是读书人的傲气，他就决定弃文从商，他去念研究所，取得金融和公共政策的硕士。那之后他就到英国政府工作，那他也有处理经手过很大的案子，包括协助英国政府建立30亿英镑的英国国际气候基金。而且呢，最后还真的被他找出了影响景气的大规律，也就是我们接下去要说的18年景气循环。更准确的说呢，是18.6年景气循环，从1781年的英国开始，然后到美国、欧洲，甚至到日本，然后现在遍及到全世界。反正你只要加入了近代文明的金融体系，这个18.6年的景气循环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你想躲也躲不掉。他和他的商业合伙人 Phil Anderson 呢，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就精准预测2008年会发生一场很大的金融危机，而且他们也成功预测景气的复苏呢会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之后就会一路进入这种扩张周期，一直到2019年、2020年左右，景气会开始进入到一个中旬衰退的一个阶段。听到他们的这个预测，只能说神准啊！工商时间，这些影片呢，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在辛苦的工作之余做出来的，所以呢，请一定要按赞、订阅、分享，你们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谢谢。帕特尔呢，他发现在这18年的景气循环当中呢，一共会经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复苏段，再来呢会经历到所谓的循环中期衰退段，接下来会进入到繁荣段，最后呢
会进入到危机段。那危机段度过了之后，又会开始进入到复苏段。所以近代人类的文明就是不断在这18年景气循环中度过。其中呢，复苏段还有循环中期衰退段，再加上接下来的繁荣段，这3段呢大概是14年的时间呢。最后的4年呢则是危机段。图表看上去呢就会是像这个样子。看到现在你一定会想说，这18年景气循环是怎么样来的呢？这件事说白了就是2个字，投机。而这当中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这18年景气循环怎么开始怎么结束的，就是土地投机。关于这个呢，就要讲到土地具有的2个独特的特性，是其他的商品很难拥有的。第一个就是稀缺性，第2个呢就是好地段的土地呢具备这个能力，可以吸收这个环境所有进步带来的收益。关于土地稀缺性这一点，我想应该不用解释吧。大家之所以喜欢投资房地产，就是因为觉得土地有限呢。你今天土地多盖一个地方，就少一个地方能够盖嘛。所以土地它的保值的能力很大一部分就是在于土地供应是有限的这个前提上面。也因为这个稀缺性呢，让土地啊、房地产在现代的金融活动当中呢，变成非常重要的担保品之一哦。那第2个土地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好的土地呢，好的地段，它能够吸收环境当中所有进步带来的收益。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也很简单的，你想想看，为什么大家今天要在重划区买房子？就是因为大家相信说，今天这个区域重新开发完成之后呢，这块土地的价值会上升嘛。因为今天当这个地段它发展的更好，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住在这里，那你们家的房价就会被推挤上升嘛，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也不用讲到重划区啊，你就想想看，假如你家附近盖了捷运站啊，或是盖了新的百货公司啊、百货商圈，是不是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在你家这一区居住呢？当你家这一区越来越抢手，越来越多人想要来住的时候，是不是租金啊、买气啊都会变得更旺？那你们家的房地产是不是价值就会跟着上升？请问你在这过程当中有为了这个环境的进步做出任何努力吗？没有嘛，你就是住在那个地方嘛，是环境它在进步，促使你家的房地产升值。我们这种也许有1-2间房子都能够享受环境进步带来的利益，你想想看，假如今天是大地主的话，哇，那个利益可真是可观的不得了啊！这么爽的人生剧本，你觉得谁会不想要呢？那只要一有人有这个买卖土地、买卖房地产的需求，银行当然就会想要也来掺一脚了。毕竟银行就是要靠放贷来赚钱嘛。于是呢，当土地投机行为越来越旺盛的时候，银行的参与度就会越来越高啊。而当今天银行呢，它一释放更多的资金到市场供人借贷的时候，它就一定会再进一步推高土地的价格。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在这18年景气循环当中的上升阶段。但是这世界不可能永远都是一直让你上升的嘛。不变的道理就是涨多必修正，有涨幅就一定会有泡沫破掉的一天。当这个泡沫破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景气走到最后一个危机段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仅价格崩溃，更惨的是呢，因为银行之前借出去很多钱嘛，可是现在感觉钱都收不回来，于是银行也会缩紧放贷，造成市场的资金流动性不足。而资金流动性不足呢，很多企业呢，它其实是需要靠银行的贷款来经营下去的，就会拿不到资金。企业拿不到经营所需要的资金呢，就纷纷的倒闭。那这时候呢，我们景气就进入到了危机端。根据作者的研究呢，这样子一个循环大概是18年，像刚刚讲的18.6年左右。除非有经历大规模的战争，不然呢，从18世纪开始呢，这个景气循环就没有间断过。因为作者其实给出了非常多实用的投资建议，可以运用在不同的阶段，帮助我们呢在投资的时候增加我们的胜率。毕竟就像加菲猫说的 ，If you cannot beat them, join them, right？ 既然你打不过他，
那你就加入吧。作者说，掌握正确的机会，买什么卖什么会是未来我们致富的关键哦。首先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复苏段。在复苏期这个阶段呢，其实你是感觉不太出来景气其实已经进入到复苏阶段了，因为整个市场的氛围还是很悲观，毕竟才刚走出4年的危机期嘛。这一段的特征呢，就是漫长的牛市，所以呢，只要能够掌握在早期就开始投资的话，其实未来的获利都会是非常可观的。作者说呢，如果你可以在复苏期一刚开始就投资，那到最高峰为止呢，你的股市投报率平均可以高达233%，真的是很惊人呢。所以呢，这一段时间的重点就是你要怎么样判断股市已经是开始进入到复苏期了，然后呢，能够早一点进场投资。所以有没有一些线索能够帮我们判断说，我们现在景气已经走到复苏期了呢？作者在书中有给我们一些明确的指标哦。首先就是银行体系的问题得到解决，政府会推出一些刺激的政策，再来就是股市会率先落底，然后住房租金会开始上涨。不过商业租金会晚一点，因为商业租金主要是跟景气很有关系的。再来呢，就是有一些新科技会冒出头，带领整个景气开始进入到复苏阶段，像是2007年的 iPhone，1977年左右的电脑，它都是带领整个景气走出阴霾的重要关键推手。最重要的指标当然就是离不开房地产嘛，那就是土地价格。当你看到土地价格落底的时候，就代表说整个景气已经正式进入到复苏周期了，可以开始买了。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些征兆的话，别怀疑，下单，不论是股票、房地产都给我买，不怕买错，只怕你银弹不够。因为想想看哦，现在我们在这个18年景气循环的刚开始，你只要在这个时候买，未来还有10几年，可能14、15、16年的好日子，可以让你的资产上涨。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大买特买的时候了。你现在买，它绝对会在未来的14年帮你赚进惊人的报酬。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件事情要小心哦，就是毕竟复苏期走到了一个高峰，它还是会转折进入到中期衰退。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判断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在最高峰呢？当然最高峰的时候还是要稍微避一下嘛，对不对？作者说呢，当然第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判断的因素就是时间，因为前半段的这个复苏期大概是6到7年左右，所以假设今天整个牛市已经走了6、7年，那你就要想说，我们可能离最高峰已经不远咯，我们可能很快就要进入到循环中期衰退的阶段。然后再来呢，就是有一些过热的炒作啊，或者是炫富的行为，也是可以提醒我们说，这个时候也许整个市场已经过热咯。假设你看到房地产的价格屡创新高，或者是收益曲线倒转的话，这些都是一个讯号，代表说我们可能逐渐要步入循环中期衰退咯，要小心。不过这个循环中期衰退呢，跟后来的整个景气危机最大的差异就是在于，循环中期衰退是很短暂，可能1到2年甚至是更快就可以走出来。不过第4段的经济危机期呢，通常是要走4年左右。作者说，像我们最近一次经历的就是2020年左右的景气中期衰退，那个时候股市真的也是跌得很凶啊，对不对？想必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吧。中期衰退的特征就是很快就复苏，而且甚至是因为各个国家越来越有经验的关系，所以呢，所有的救市的政策啊，也会更快能够走出这个中期衰退。中期衰退跟最后的景气危机期最大的不同就是中期衰退的时候，银行都还是好好的，也就代表说市场上的资金流动其实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这就跟最后的景气循环的危机期非常不一样，因为造成景气循环危机期最严重的元凶其实就是银行系统的崩溃。也许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循环中期衰退能够很快就恢复的原因。其实呢，这个时候你只要保持自己的心态呢，不要惊慌。循环中期衰退呢，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买进时机点，因为它很快就复苏了嘛。所以在进入到这个中期衰退之前呢，你最好确保你的现金水位也很足，因为这个时候是很好买到被贱卖的房地产或者是被贱卖的股票的时候。你只要有勇气，保持好心态，这个时间钱投进去也都是会稳赚不赔的。作者还说，假如你在循环中期衰退的时候呢，进入股市买股，到最后的繁荣阶段的最高点卖掉的话，平均你的收益可以达到227%， 227%，真的也是非常的可观啊。而且作者说他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哦，就是假如我们在循环中期的时候发现市场好恐慌好恐慌，市场好压抑，或者是市场衰退情况很严重，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预期接下去在繁荣阶段的反弹一定会更大。像作者说1921年啊1981年以及2001年的景气循环中段都是很混乱的，可是它接下去的投机力道都是很强劲的，代表说它接下去的繁荣阶段都是涨幅非常可观的。这似乎也可以成为一个接下去下一个阶段繁荣阶段的力度指标。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景气循环的第3段啦，也就是繁荣阶段。这个繁荣阶段呢，一共有2个时期，第一个就是土地荣景期，那第二个阶段就是狂热期。那这个阶段呢，主要是由房地产所带来的经济强势成长，那也形成了第2次的景气扩张。这一段时间为期大概也是6到7年左右的时间。这个繁荣期它的一刚开始其实也跟复苏期有一点像，因为大家还是在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还是在衰退期那种没有什么信心啊害怕的情绪当中。可是也就像是复苏期一样，通常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带领着整个市场走出这个阴霾，有可能是某一项政策，或者是某一个科技，总之就是发生了一些什么让人家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的这种感觉。当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说整个景气开始往越来越好越来越扩张的方向前进。作者在书中举了铁路的例子哦，因为铁路虽然是在1830年的时候就已经发明了，可是它要一直到1842年6月13日，当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第一次乘坐铁路的时候，人民对铁路的热情完全被点燃，然后整个热情呢推动了一波非常长的景气繁荣期。当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脑中一直想到就是 AI 我们最近的 AI 科技，但我们现在都还是一样啊。当 AI 出来的时候，当 ChatGPT 在2022年11月30号横空出世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好像还没有那么多人有注意到它，但是到隔年的3月的时候，哇，整个市场上全部都在讲的就是 AI， 然后由这个 AI 科技似乎就带领了整个股市进入到下一个格局。我觉得大家处在这个时代一定都有很深刻的感觉吧，就是好像 AI 真的是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的生活方式，是很不一样了，真的就是 AI 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你看我们的股市现在已经频频创新高，创新高的这些公司好像几乎都还是科技类股，或者是跟 AI 产业相关的类股。就是透过这 AI 科技，它似乎是把整个景气带入到了一个新的不同的格局。就连一度因为电玩产业被看衰的辉达，从2023年的市值大约2300亿美金到2024年的11月，市值已经高达3.5兆美金了。哇，不到2年间就涨了 872.2%， 这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这真的就很像铁路时代的景况又再次发生在我们眼前一样。不过作者有特别提醒在繁荣期呢，除了投资之外，还有一件事情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骗子很多诈骗很多想大家一定心里都很有感觉吧。在繁荣期的时候，非常多的骗子会打着这些投资的名号骗人的钱，所以作者说在这一段时间也一定要小心那在投资上面呢，第一个就是持续买股，尤其是假如你是在繁荣期的前期的话呢，其实它还有好几年的涨幅嘛，
所以持续的买。像假如你在2020年热有买股，或者是2022年热有买股票，那想必到现在其实都已经涨得非常的多了。再来就是买商品，买黄金，因为土地荣景期呢会推升商品跟黄金的价格。那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嘛，就是黄金的价格也是屡创新高。再来呢，作者也建议说，因为美元通常在景气循环的后半段会贬值哦，那美元贬值的话呢，它又会再推升一波全世界的景气在成长。因为美元便宜了嘛，代表说很多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也会便宜啊。那对于其他各国而言呢，这也是一个刺激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哦。另外，如果你对一些艺术品呢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考虑投资一些艺术品啊、美酒啊、名表啊这些收藏品。不过作者也特别强调了，其实这一类的收藏品呢，它其实流动性没有那么好，不见得那么好脱手，所以除非你真的是对于这件事情特别有兴趣，要不然可能买股票就好了吧。我就记得我在2021年、2022年的时候有认识一些专门投资劳力士名表的朋友，那他们真的就是赚很多。可是那也是因为他们刚好对劳力士的名表很有兴趣。我先生本来也想要试试看，可是晒黑他后来觉得实在太麻烦了。因为就像作者说的，你就算买，你觉得你可以转手卖出很好的价钱，可是你要找到买家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吧，对吧？不觉得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这个繁荣段吗？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就是在繁荣段呢，而且更准确的说，我们是在繁荣段的土地荣景期，那即将要步入狂热期的这个阶段。下图呢是作者在今年5月左右的时候画的，你看它标示那个圆圈圈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那因为那是5月嘛，我们现在已经在11月啦，所以想当然尔这个圆圈圈可能又再后退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离狂热期非常接近了。所以这支影片呢，我们回答了一个大哉问，就是我们现在在哪里？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土地荣景期，那很快就要进入到狂热期的阶段。下一支影片呢，我会告诉你们作者如何要我们准备迎接土地狂热期，以及最重要的那个转折点，我们该怎么样做准备呢？非常重要，一定要看。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大魔王会很大幅度的影响我们在未来几年看到的政治啊、经济局势，方方面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财务状况，还有我们自己要怎么样规划自己的人生，非常重要，一定要看。OK， 拜。